如果你以为樟宜机场 T3 这次搞大规模翻新，只是为了换换地毯，升级一下免税店，好保住全球最佳机场的招牌，那可能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真相是，新加坡正面临一个长达10年的致命空窗期。从现在到2030年代中期 ，T5 搭客大厦落成，这10多年的时间里，不断膨胀的全球客流，随时可能压垮我们现有的系统。T3 自建成以来这18年的首次大翻新，根本不是什么常规的表面装修，而是一场极其硬核的生存压力测试，是实打实地在为未来的 T5 全面练兵。今天我们就来硬核拆解，在这场枢纽保卫战里，樟宜机场到底在布一个怎样的大局？要想看懂 T3 这次翻新的分量，我们必须先看一组冷冰冰的数字。2025年，樟宜机场全年的搭客量达到了7040万人次，这已经逼近了现有设施的历史极限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在东海岸填海造陆，建巨无霸级别的第5搭客大厦，也就是 T5。等它一落成，每年能额外塞进5000万人次，让机场总容量飙升到 1.4亿，增幅高达 56%。听起来很美好，对吧？但现实的骨感在于 ，T5 最快也要到2030年代中期才能投入使用。这意味着新加坡面前横亘着一个长达10年的运力空窗期。国际民航组织早就测算过，到2050年，全球航空客货运量要翻将近3倍，而我们身处的亚太地区就是这波增长的最强引擎。在这漫长的10年里，全球的客流和货运不会停在原地等 T5 建好。航空业的竞争极其残酷，如果我们不主动腾出空间，这些高价值的航班转头就会飞去多哈、迪拜，甚至是邻国那些正在疯狂扩建的机场。市场份额一旦交出去，旅客的出行习惯一旦改变，再想抢回来就难如登天了。所以，已经服役了18年的 T3 必须在这个节骨眼上顶上去，用现有的物理空间去硬扛未来10年暴涨的需求。这哪里是翻新，这分明是在给樟宜机场强行续命和扩容。至于具体怎么改，那里面藏着更深的门道。那么 T3 到底要怎么改？如果你仔细拆解交通部的规划，就会发现这次翻新完全是不换外壳换心脏。首先被动刀的是普通乘客看不见但最致命的行李处理系统。T3 提早存放行李设施的容量，预计将大幅提升约 65%。为什么要花大力气搞地下工程？因为现在的旅客行为变了。自从星耀樟宜开业后，越来越多人喜欢提前值机，把行李一拖，转头就去看瀑布、吃大餐。再加上樟宜作为国际枢纽，转机旅客量持续攀升，大量行李需要在地下系统停留更长时间。如果行李调度卡壳，整个航站楼的运转效率瞬间就会瘫痪。不仅如此，机场还要新建一条连接 T1 和 T3 的行李输送通道，这等于是给行李系统加上了第2条生命线，用自动化轨道代替部分人工驾驶的行李车，大幅降低出错率。另一个硬核细节是被很多人忽略的巴士登机门。T3 的巴士登机门将从目前的3个一口气增加到7个。很多人不喜欢坐接驳巴士，但在尖峰时段，靠近航站楼的廊桥停机位根本不够用，大量航班必须停在远机位。多出来的这4个登机门意味着机场同时处理远机位航班的能力翻倍，航班起降调度的空间被瞬间拉大，吞吐效率直接上了一个台阶。除此之外，高架列车 Skytrain 的车队也将扩充近 30%， 以应对航站楼之间越来越密集的客流穿梭。你会发现，樟宜机场在逼着自己把每一寸空间、每1秒时间的效率榨干。更重要的是，大规模引入的自助值机设备、智能安检系统和清洁机器人，本质上是把 T3 变成了一块巨大的试验田。新加坡在用这10年的真实高压客流去测试、去打磨这些自动化方案。机器人在人潮中如何避障？自助安检在早高峰会不会排长队？这些试错成本全部由 T3 来承担。最终目的是让未来的 T5 在启用的第1天就能拥有一套完全成熟、零故障的运营模型。在宣布 T3 翻新时，交通部代部长肖振祥反复强调了一个词：可信、可靠。在这个场合，这4个字绝对不是一句官方客套话，而是道出了新加坡在当今世界格局下的生存密码。大家看看现在的宏观环境，地缘冲突频发，红海危机导致海运受阻，全球供应链动荡不安。
对于全球100多家航空公司和无数跨国企业来说，他们选择把航线和亚太总部放在新加坡，看重的早就不仅仅是免税店好不好逛，而是你在面临危机时能不能提供绝对的确定性。当海运不畅时，高价值的半导体、医药产品就必须依赖航空货运，这时候机场的吞吐能力就是国家的生命线。比如这次 T3 的翻新，特别提到要为机身更长、载重更大的波音 B777-9型新客机提前准备超过50个停机位，这就是在向全世界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：无论外部世界多混乱，樟宜机场的硬件设施永远能承接最先进的运力。我们每周有超过7100趟航班，连接全球175个城市。今年第一季度的航空货运量更是超过了50万吨。这种恐怖的连通性就是新加坡经济最坚固的护城河。对于我们这些25到35岁，每天在 CBD 或者各个行业打拼的新加坡人来说，樟宜机场的地位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搭飞机去旅游的地方，它决定了那些跨国巨头愿不愿意把资金、业务和高薪岗位留在新加坡。如果樟宜在未来10年因为运力瓶颈掉队了，航班减少，货运变慢，失去了全球最佳的效率光环，外资一旦转移到周边国家，直接缩水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饭碗、薪资涨幅和职业天花板。所以 T3 这场翻新仗，表面上看是基建升级，本质上是新加坡在为未来的国运买单，我们根本输不起。说到底，当第一台清洁机器人在 T3 的候机大厅悄然驶过，当第一个全新的自助值机设备取代人工柜台时，樟宜机场的过渡10年就已经正式拉开序幕了。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硬件翻新，这是在为一座国家级航空枢纽的下一个生命周期提前写下的注脚。这也是新加坡在全球竞争中为了保住你我饭碗的一次防守反击。下次去 T3 搭飞机的时候，不妨仔细观察一下这些正在发生的硬核改变。你对樟宜机场未来的自动化有什么期待？或者你觉得目前机场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痛点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，我们一起讨论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帮你把事情看透了，请记得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。我是你们的狮城社区百事通，我们下期视频继续硬核拆解新加坡的大小事。